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影片被上传到网络，你的荧幕上随时跳出无数的资讯、无数的娱乐、无数的喧嚣，大家都在拼命争夺你的注意力，要你买东西，要你笑，要你焦虑，要你害怕。但是此刻你停在了这里，相信我，这不是演算法的推荐，也不是一次偶然的点击，这是宇宙的安排，是你的灵魂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疲惫与迷茫之后，向宇宙发出的求救信号，把你带到了这里。我知道你很累，那不是那种睡一觉去吃顿好料就能恢复的累，而是一种深深刻在骨子里灵魂深处的疲惫。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每天早上当手机闹钟响起，你拖着沉重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或许你每天都要挤上水泄不通的捷运，在拥挤的车厢里看着周围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孔，大家都盯着发亮的手机荧幕，没有人说话。又或许你习惯骑着机车混在台北桥那庞大的机车瀑布里，冬天那刺骨的冷雨打在雨衣上，让你连握着油门的手都在发抖。夏天则是被大太阳晒得汗流浃背。无论是内湖科学园区的塞车阵，还是深夜11点才离开信义区竹科的办公大楼，你日复一日的奔波，配合老板不合理的要求，吞下客户的刁难。下班后你看着街灯亮起，在便利商店随便买个微波便当，回到那个每个月吃掉你大半薪水，只有几坪大的小出租套房。有时候你骑车在高架桥上，或者晚上一个人站在阳明山上往下看，整个大台北盆地灯火通明，几百万人住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但你却在某一瞬间觉得，这么大的世界竟然没有一盏灯是真正为你而亮的。你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从小到大，大人们总是告诉我们要乖，要拼命念书，考个好大学，最好是台清交成，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进百大企业，或是考个公职，接着买车买房结婚生子。他们说这就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这就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可是当你真的按照这张蓝图一步一步拼了命的往前走的时候，你快乐吗？看着飞涨的物价，怎么存都追不上的房价，还有那永远填不满的欲望黑洞，你是不是也曾在某个深夜滑着手机，看着别人光鲜亮丽的 IG 现实动态，看着别人出国打卡吃米其林大餐，突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空虚与自我怀疑？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我来到这个世界真的只是为了付账单、缴房贷、凑信用卡的最低应缴金额，然后在65岁退休时拖着一身病痛等待死亡吗？如果你心里曾经有过哪怕1秒钟这样的念头，那么恭喜你，因为在这个庞大的像电影《骇客任务》母体一样的社会体制里，你的灵魂开始觉醒了。绝大多数人就像是被植入城市的 NPC 非玩家角色，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了外在的物质奔忙，被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绑架，从未怀疑过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他们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但其实他们只是在走别人设定好的迷宫。但你不同，你的痛苦，你的迷茫，你的格格不入，你的那种感觉，这个世界哪里不太对劲的直觉，正是宇宙给你的唤醒信号。为什么标题要告诉你，当你真正明白之后，请保持沉默？因为真相往往是残酷且反直觉的。当你试图跟那些还在沉睡中的人，甚至是你最亲近的家人朋友解释这一切时，他们只会觉得你疯了。他们会觉得你太负面、不切实际、抗压性太低，甚至用各种世俗的标准来批判你、打压你。这就是社会的防卫机制，他害怕你醒来。所以真正的觉醒是一场孤独的狂欢，是一场在内心里安安静静发生的核爆。你不必试图去摇醒装睡的人，你只需要让自己彻底清醒。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吧。在这个岛屿上有一个人，我们暂且叫他阿哲。阿哲就像你我身边最常见的那种好人，他从小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顺利进了一家知名的外商公司，别人眼里他前途无量。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为了让伴侣有安全感，他每天加班到深夜。他的生活被无数的专案、跨部门会议、KPI 给填满。为了犒赏自己的辛苦，他会在周末去吃高档的吃到饱，分期付款买最新的 iPhone， 甚至咬牙贷款买了一台100万名车。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这些，他就会得到传说中的幸福和别人的尊重。可是每当深夜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握着那台名车的方向盘，看着车窗外快速后退的街景，心里却只有一片死寂。他发现自己越努力就越害怕失去，他害怕被裁员，害怕付不出下个月的车贷，害怕别人看不起他。他的内心其实是一个千疮百孔的黑洞。直到有一天，阿哲的父亲突然病倒了，在加护病房外，阿哲拿着一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那一刻，他看着加护病房里闪烁的仪器荧幕，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拼命追求的一切，在生死面前连一张废纸都不如。他没有时间好好陪伴家人，没有时间静下来喝一杯咖啡，甚至他已经忘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活成了一个运转完美的齿轮，却唯独失去了自己。阿哲的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我们在台湾这个高压的社会大熔炉里，被教育成要不断的往外抓，抓金钱，抓地位，抓别人的认同，抓网络上的按赞数，抓那些根本带不走的虚幻之物。我们总是以为，等我存够了1000万，我就自由了；等我升上了主管，我就有价值了；等我遇到了对的人，我就会快乐了。但这全都是宇宙开的一个巨大玩笑，因为外在的世界永远只是你内在世界的投影。只要你的内心还充满了匮乏、焦虑、比较和恐惧，无论你得到多少，你都永远觉得不够。就算给你一座金山，你也只会每天焦虑有人要来抢走它。这就是宇宙要透过这个影片告诉你的第一个秘密：停止向外追寻，你所需要的一切一直都存在于你的内在。当你看到这里，或许你的心跳会微微加快，或许你的眼眶会莫名的泛红，甚至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请不要压抑那种感觉，那是因为你那个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漂泊了许久的灵魂，终于听到了回家的声音。他在告诉你，是的，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在这个长达30分钟的旅程里，我将一层一层为你拨开这个世界的幻象。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的善良总是换来伤害，为什么你越是用力想要改变命运，命运就越是死死地掐住你的咽喉，以及你要如何在这个充满苦难与压力的现实生活里，找回你那足以创造奇迹的真正的神性力量。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内容将会彻底颠覆你过去20-30年来的认知，它会撕裂你的舒适圈，打破你紧紧抓着的旧有信念。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真实的自己，如果你还想继续在那场名为人生的梦境里沉睡，当一个乖乖听话的 NPC， 请你现在就关掉这个影片，滑去看看搞笑短影音，当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因为一旦你听懂了接下来的秘密，一旦你看破了这层帷幕，你就再也无法退回那个无知的壳里了。如果你选择留下，请做个深呼吸，放下你对过去的懊悔，放下你对未来的焦虑，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少数人才懂的静默的宇宙核心。既然你还留在这里，没有划走这个影片，说明你的灵魂比我想象的还要勇敢。你已经准备好要直面那些血淋淋的真相了。从小到大，台湾的教育体系，我们的长辈，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不断地向我们灌输一个最毒的谎言，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你够努力，只要你肯拼，总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于是我们从小就被塞进闷热的补习班里，下了课还要背着沉重的书包去补英文、补数学。为了考上好高中、好大学，我们熬夜刷题，把自己的青春耗在堆积如山的参考书里。出了社会，我们遇到那些只会画大饼的惯老板，遇到不合理的责任制，遇到强迫你免费加班的潜规则，我们都不敢反抗。我们自我催眠，年轻就是要多吃苦，当吃补，撑过去就是我的了。
我们甚至不敢请特休，生病了吞颗感冒药，继续坐在办公桌前爆肝。但是看着你的银行户头，看着你镜子里那张憔悴的脸，我请你诚实地问自己一句：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你真的变成人上人了吗？还是你只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习惯吃苦的社畜？为什么你明明那么善良，明明那么努力，却总是过得那么累？为什么那些看起来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人，反而能在社会上吃香喝辣？这时候，宇宙要向你揭露第二个残酷的真相：宇宙根本听不懂你的努力，也不在乎你的善良。宇宙只回应一种东西，那就是你的频率。让我再讲一个故事，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一种女孩，或者那个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叫她小婷好了。小婷是大家公认的烂好人，在家里她是最懂事的那一个。每个月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半的钱汇回家当孝亲费。父母对她的要求，哪怕再无理，她也只会默默吞下，因为她害怕背上不孝的罪名。在公司，同事推过来的工作，她永远拉不下脸拒绝。遇到挑剔的奥客，她总是鞠躬道歉，把委屈往肚子里吞。在感情里，她更是无条件的付出。她帮男友做家事、付房租，甚至在男友想创业时，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卑微、足够体贴、足够乖，就能换来别人的珍惜和爱。结果呢？在职场上，升职加薪永远轮不到她，因为老板觉得她好欺负，主管把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在家里，父母习惯了她的付出，反而把更多的资源和关注留给了那个成天惹麻烦的弟弟。而在感情里，那个她掏心掏肺对待的男友，最后竟然劈腿了，甚至在分手时把错全推到她身上，嫌她太闷太无趣。当小婷一个人在深夜的出租套房里抱着棉被崩溃大哭的时候，她歇斯底里地问老天爷：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为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听好了，老天爷没有惩罚小婷，是小婷自己散发出了错误的能量频率。在这个宇宙里，所有的物质，包括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情绪，在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里，都是一种振动频率，同频共振，同质相吸，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底层逻辑。小婷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付出爱，但她的内在频率是什么？是匮乏，是恐惧，是我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我必须用牺牲来交换别人的爱。当你带着一种我不配，我很委屈，我必须讨好你的低频能量在做事时，宇宙接收到的讯号就是：哦，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喜欢受委屈的体验。于是宇宙就会非常精准地把那些会利用你、榨干你、欺骗你的渣男、惯老板和吸血鬼家人源源不绝地送到你身边。这就叫做宇宙的匹配机制。所以不要再用你的道德感去绑架宇宙了。你以为的善良，如果不带任何界限和力量，在宇宙法则里就只是一种软弱的低频。没有锋芒的善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越是委曲求全，你的命运就越是悲惨，因为你一直在向宇宙宣告：快来欺负我，我愿意承受。同样的，让我们回到努力这件事。为什么你拼了命的想赚钱，钱却总是离你那么远？因为当你每天焦虑地盯着股票 App， 当你为了凑齐信用卡的卡费而发愁，当你看着别人买车买房而感到嫉妒和恐慌时，你的频率就是极度匮乏的。你越是害怕没钱，你散发出的就是我穷、我缺钱的恐惧电波。宇宙不会听到你嘴巴上喊着的我要变有钱，宇宙只会接收到你的恐惧与匮乏。于是宇宙只好回应你更多的意外支出：机车突然坏掉要修理，突然生病要看医生，被开了一张罚单，或是遇到诈骗集团。老天爷只是把你内在的恐惧具象化成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演给你看而已。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的阴谋。回想一下我们在台湾的生活环境，每天打开电视或者划开手机荧幕，演算法推送给你的是什么？
是政论节目里名嘴们的互相谩骂，是永无止境的选举造势和对立撕裂，是哪里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社会案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新闻，是社群软体上别人永远比你过得好、比你漂亮、比你有钱的虚假动态。这个社会的母体 Matrix 就是一台巨大的恐惧制造机，它需要你害怕，它需要你焦虑，它需要你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你处于恐惧和焦虑的低频状态时，你才是最容易被控制的。焦虑的父母才会花大把钞票把孩子送去昂贵的补习班，焦虑的女人才会在周年庆的时候疯狂刷卡，囤积那些根本用不完的保养品。焦虑的男人才会为了维持所谓的面子去背负沉重的车贷房贷。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能量电池，我们在用我们的焦虑、恐惧、嫉妒和疲惫供养着这个庞大的怪物。当你每天在捷运上昏昏欲睡，当你为了客户的一通电话在休假日心惊胆跳，你的能量正在被疯狂地抽干。你没有精神去思考我是谁，你没有力气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你光是要应付明天的账单和老板的脸色，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这才是你觉得人生毫无希望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的能量管道早就被这个社会插满了管子，正在贪婪地吸食着你。那么我们要怎么切断这些管子？我们要怎么逃出这个低频的能量牢笼？答案就是标题告诉你的。当你真正明白之后，请保持沉默。真正的觉醒绝对不是在脸书或 IG 上发一篇长长的抱怨文，也不是跑去跟你的父母、伴侣争论，试图证明他们错了，更不是去参加什么抗议游行，或者在网络上当酸民去攻击别人。因为只要你还在对抗，你就在释放能量，你越是愤怒，你就在给那个让你痛苦的源头喂养更多的能量。保持沉默是一种最强大的能量回收。当你开始看懂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你会突然觉得很释怀。看到别人在网络上炫耀，你不会再嫉妒了，因为你知道那只是一场急于证明自己的低频表演。面对老板的无理要求和同事的甩锅，你内心波澜不惊，你会用最平静的态度设定好你的界限，而不是一边抱怨一边又把工作做完。面对家人的情绪勒索，你不再充满内疚的妥协，也不再大吼大叫的反抗，你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在心里说一句：我爱你，但我不再背负你的功课了。沉默是因为你把原本向外流失的能量全部收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就像是一个原本四处漏水的杯子，现在你把漏洞一个个补了起来。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你不需要去说服还在沉睡的人，因为强行叫醒一个正在做噩梦的人，他反而会因为恐惧而攻击你。他们会说你变自私了，说你怎么这么冷血，说你不求上进。千万不要试图去辩解，让他们说去吧，因为你所在的维度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夏虫不可语冰，你无法向一只一辈子只在地上爬的毛毛虫解释变成蝴蝶后在空中飞翔的感觉。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安静的蜕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教你一套非常具体，能够在台湾这种高压环境中瞬间逆转你能量频率的方法。这不是那种骗你花钱去上课的空泛身心灵口号，这是宇宙最深层的运作法则，是那些站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人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秘密。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法则，你会发现好运不再是偶然，财富、健康、完美的关系都会像磁铁一样被你吸引过来。你不需要再用力去追赶生活，生活会自动来迎合你。但在这之前，我需要你在心里向过去的那个委屈、疲惫、伤痕累累的自己深深的鞠个躬，告诉他辛苦你了，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但是从今天起，我们不玩这个低频的游戏了。做个深呼吸，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宇宙规则的最核心地带。既然你已经决定收回自己的能量，不再当这个社会的低频电池，那么现在深呼吸，我要教你如何真正骇进这个宇宙的底层逻辑，拿回你人生的主导权。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内心革命，也是你打破所谓阶级复制、逆转命运的唯一通道。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像隐形的脚镣一样，把我们死死拴在匮乏的频率里。在台湾有一个非常流行，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叫做追求 CP 值。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从小就被教育买东西要货比三家？为了抢星巴克的买一送一，我们可以排队排上大半个小时，去吃一次高档的吃到饱。我们甚至会饿个半天，然后在餐厅里狂塞猛送，吃到胃痛，只为了回本。买个几十块的网购，还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去比价凑免运费，甚至连找工作也是看哪家公司钱多事少离家近，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能捞到多少好处。表面上看，这叫精打细算，叫做会过日子，但在宇宙的高维能量法则里，这其实是一种最致命的毒药。因为追求 CP 值的底层情绪就是2个字：恐惧。恐惧自己吃亏，恐惧自己拥有的不够多，恐惧未来的钱会不够用。当你在为了省那几十块钱而沾沾自喜时，当你为了回本而把自己的胃塞到快要爆炸时，你正在向宇宙发射极其强烈的电波。这个电波的内容是：宇宙啊，我很穷，我的资源很有限，我必须用抢的，用挤的，用算的，我才能活下去。而宇宙就像一面绝对诚实的镜子，它不会管你银行户头里实际有多少钱，它只看你的频率。它收到你的匮乏电波，就会对你说：好的，如你所愿。于是宇宙就会源源不绝地给你创造更多需要你精打细算、需要你吃亏、让你觉得穷的现实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身边那些最爱斤斤计较、最怕吃亏的人，往往一辈子都发不了大财，甚至常常遇到诈骗，或是突然生一场大病，把钱花光。因为在能量层面上，他们一直把自己锁在贫民窟里，他们是这个社会体制最喜欢的韭菜，只要稍微用一点折扣、一点小确幸、一点通膨的恐慌，就能轻易地操弄他们的情绪和行为。要打破这种阶级复制，你首先要打破的不是你银行户头的数字，而是你骨子里那种代代相传的穷人思维与匮乏基因。我们的长辈经历过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年代，所以他们把怕饿死、怕没钱的恐惧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潜意识里。但你现在身处的时代早就不是那个年代了。你要记住宇宙的第3个终极法则：你永远无法吸引你想要的东西，你只能成为那个东西。在这个宇宙里，想要 wanting 本身就等于缺乏 lacking。 你每天对宇宙祈求：我想变有钱，我想脱单，我想要好工作。宇宙听到的其实是：我没有钱，我没人爱，我很讨厌现在的工作。于是他回应给你的永远是没有、匮乏和痛苦的现状。那么我们要怎么逆转？答案是从今天开始，在微观的生活细节里去假装，去活出你已经富足的频率，直到你的频率彻底改变，现实就会像变魔术一样自动跟上。让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一个真正把这个法则运用到极致的普通人，我们叫他阿杰。阿杰原本在台北租着1个月1万多块顶楼加盖的闷热小套房，每个月薪水3万5，扣掉房贷、生活费，根本是个月光族。为了翻身，他学别人去存股、买零股，每天盯着红红绿绿的股市 App， 心情跟着起伏。只要股票一跌，他一整天上班就摆臭脸。为了省钱，他每天只吃超商打折的友善时光便当。他每天在心里咒骂老板爱凹人，咒骂这个社会对年轻人不公平，觉得自己就是个没救的卤蛇 loser。 结果他越是这样，生活越是给他迎头痛击。机车突然坏掉，喷了一大笔修理费，投资的股票被套牢，甚至还因为工作失误被扣发了奖金。直到有一天，阿杰彻底受够了，他突然领悟到了能量的秘密。他做了一个连他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他停止了所有的抱怨，并且改变了花钱与对待自己的频率。
他不再去抢超商打折的过期便当，他走进一家干净明亮的餐厅，点了一份自己真正想吃的餐点。当他结账拿出那几百块的时候，他过去的心态是好痛，钱又变少了。但这一次，他在心里对自己也对那张钞票说，谢谢你让我享用了一顿美好的晚餐，我知道你出去之后会带着更多的同伴回到我身边。他把付钱的痛楚转换成了对金钱流通的感恩。在公司，当那个总是爱把工作丢给他的主管再次找上门时，过去的阿杰会一边在心里飙脏话，一边充满委屈的加班，散发着浓浓的受害者磁场。现在的阿杰看着主管，心里却毫无波澜。他明白，主管的刁难只不过是主管自己内在焦虑的投射。阿杰在心里设下了能量保护罩，他平静的，没有带任何情绪的把工作完成，准时下班，不把一点点职场的负能量带回家。他在演一场完美的戏，外表上他还是那个配合度高的员工，但在内心里，他的灵魂早就不在这场低频的泥淖里打滚了。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阿杰停止焦虑，停止散发我好穷，我好惨的电波，不到3个月，他的磁场彻底变了，整个人看起来从容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自信光芒。原本总是刁难他的主管，竟然莫名其妙地被调去了其他部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平静而自信的谈吐吸引了一位业界的前辈，对方主动挖角他，薪水直接翻了快1倍。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去上了什么成功学课程，也不是他拼了命的去投履历，而是因为他的频率提升了。当他把自己调频到了富足、平静、有价值的频道，那些属于那个频道的人事物自然而然就被他吸引过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标题告诉你，当你真正明白之后，请保持沉默，因为这套法则听起来太违背常理了。如果你跑去跟你的同事说，我每天花钱的时候都在祝福金钱，我每天都在心里感觉自己已经是个有钱人，他们一定会嘲笑你，你疯了吗？阿 Q 精神胜利法哦，薪水没涨就是没涨啊。他们会用社会上最现实的铁锤，狠狠地敲碎你刚建立起来的高频状态。这就是母体的防卫机制，周遭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会本能地把你拉回他们那个焦虑、痛苦的泥沼里，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你变得和他们不一样。所以，闭上你的嘴，把你觉醒的喜悦，把这个宇宙的作弊代码死死地藏在你的心里。在别人眼里，你还是那个每天搭捷运上班的平凡人，还是那个会去逛全联买菜的普通人。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内在的宇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再是对抗命运的受害者，你是自己现实的创造者。当你走在街头，看着那些在红绿灯前焦躁不安的猛按喇叭的驾驶，看着那些在捷运上愁眉苦脸、疯狂划着短影音麻痹自己的乘客，看着网络上那些为了政治立场、为了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的酸民，你心里不会有愤怒，也不会有优越感，你只会有一种深深的悲悯，因为你知道他们都还在深深的梦境里挣扎，他们被关在一个叫做现实的无形监狱里，却以为那是唯一的真实，而你已经拿到了监狱的钥匙。接下来你会面临一个更巨大的挑战。当你开始调高自己的频率，当你开始脱离这个庞大的低频母体时，宇宙会给你安排一场终极测试，也就是身心灵圈常说的灵魂暗夜，或是台湾老一辈人常说的好转反应、业力爆发。你的生活中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些看似极其糟糕的突发状况，那些你早就该断开的烂桃花、有毒的人际关系会用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离你而去。你可能会突然失去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或者面临一次重大的危机。这个时候，90%刚刚觉醒的人都会被吓退，他们会哭着说，我就说这套没用吧，我一改变，结果反而变得更惨，然后乖乖地退回到原来的痛苦里。但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的人生将会迎来真正开挂的时刻。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宇宙最深层，也是最让人恐惧的试炼区了。当你真的下定决心，
不再当这个社会的低频电池。当你开始像前面说的那样，改变自己看待金钱、对待工作的态度，当你开始在内心深处试着活出一种富足与平静的频率时，你以为你的生活马上就会一帆风顺，立刻变成高富帅或白富美，从此过着童话般的生活吗？错，宇宙的运作方式远比你想的还要震撼。很多时候，在你做出频率转变的最初几个月，你的生活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会像是遭遇了连环车祸一样，瞬间崩盘。你可能会突然被公司资遣，失去了那份你原本以为可以安稳做到退休的铁饭碗。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个你论及婚嫁、交往多年的伴侣，背着你做出了不可原谅的事，你们的关系瞬间撕裂。你可能会突然生一场大病，或者遇到一次莫名的财务危机，连投资的 ETF 都突然大跌，甚至你身边那些原本跟你要好的朋友，突然开始排挤你，在背后说你坏话。在这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会怎么做？他们会去庙里拜拜、安太岁、祭改，觉得自己肯定是犯小人或是水逆了。他们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崩溃的在夜里大哭。为什么？我明明已经试着往好的方向走了，我明明已经努力在提升频率了，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整我？然后他们会在恐惧的驱使下迅速妥协，为了生活赶紧屈就，去接下一个薪水更低、更压榨的工作，或者为了害怕孤单，跑去挽回那个根本不尊重自己的前任。一旦你这么做了，恭喜你，你再次成功的把自己塞回了那个低频的母体牢笼里。宇宙的试炼，你被死当了。但如果你留到了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求求你，在遇到这些崩盘的瞬间，千万不要害怕，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诅咒，这是宇宙送给你的一份最巨大、最暴力的礼物。在身心灵的领域，我们称之为灵魂暗夜，或者老一辈人常说的好转反应、大破大立。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房间里堆满了几十年来的垃圾、过期的食物、发霉的衣服，今天你突然决定要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当你把那些柜子搬开，把角落的垃圾全翻出来的时候，你的房间是不是看起来比打扫前还要脏乱？是不是会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你会因为房间看起来变得更乱了，就吓得把垃圾塞回床底下，然后告诉自己，算了，我还是继续住在垃圾堆里好了吗？当然不会。你知道这些肮脏和混乱是变得干净之前的必经过程，你的生命也是一样。你过去20-30年在这个台湾社会的大染缸里吸收了多少有毒的信念？你委曲求全，你恐惧金钱，你害怕别人眼光，这些东西就像黑色的淤泥一样，死死地粘在你的能量场上。现在你的频率提高了，宇宙接收到了你的新订单，你要全新的人生。可是你的杯子里装满了又脏又臭的泥水，宇宙要怎么把清澈的高频能量倒进去？只有一个办法，把你的杯子狠狠地打翻，把里面的脏水全部倒掉。那份你突然失去的工作，其实是你每天在心里抱怨的要死，不断消耗你灵魂的毒药。你不敢辞职，宇宙只好踹你一脚，逼你离开那个不属于你的地方。那个突然离开你的伴侣，其实早就已经不爱你，只是在利用你的心软。你不敢分手，宇宙只好亲自替你操刀，斩断这段孽缘，好让真正对的人能够走进你的生命。那些突然疏远你的朋友，只是因为你的频率升高了，他们那种只会整天抱怨社会、抱怨薪水、聊八卦的低频能量，已经跟你不共振了。频率不同，自然就会像水和油一样分离。宇宙的试炼是在测试你的底气，他在问你，现在你一无所有了，你还相信你自己吗？你还相信你值得更好的吗？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咬紧牙关，在空无一人的出租套房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然后说，我不怕，我知道这是宇宙在帮我清理空间，更好的事物正在路上，那么奇迹就会在下一秒发生。当你放下了对失去的恐惧，当你不再死死抓着那些早该断舍离的人事物，你会发现接下来进入你生命里的全都是你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高频资源。你会遇到真正赏识你的贵人，找到一份既能发挥天赋又能给你丰厚报酬的事业。
你会遇到一个懂你的脆弱，把你捧在手心上疼爱的人。你甚至会发现，钱开始用一种你意想不到的轻松的方式流向你，因为你已经清空了你的杯子，你终于配得上这一切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支影片的标题叫做“宇宙注定只会让极少数人看到这个影片”30多分钟了，几千个字，在这个大家连看个15秒的短影音都会没有耐心划掉的时代，在这个大家只关心 Dcard 的热搜、IG 现实动态和政治口水的社会里，你能静下心来听完这段没有任何画面的长篇独白，这说明你的灵魂已经饥渴太久了，你已经彻底准备好要毕业了。你不再是这个地球游乐场里那些被设定好程式只会随波逐流的 NPC， 你已经拿回了玩家的控制手把。影片到了最后，我要再叮咛你一次，当你真正明白这一切之后，请保持沉默。明天的太阳升起，你依然要走出家门，你可能还是要去搭那班拥挤的捷运，还是要去面对那个充满压力的主管，还是会听到周围的人在抱怨物价、抱怨政客，但你的内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像是站在台风眼的正中央，外面狂风暴雨，大家都在焦虑恐慌，而你却处于绝对的平静之中。你不需要去跟同事争论这个社会有没有希望，你不需要在网络上跟酸民比战，证明谁对谁错，你更不需要去摇醒你身边那些还在为了蝇头小利斤斤计较的亲朋好友，因为你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魂剧本，每个人都有自己觉醒的时区。强求就是干涉别人的功课，干涉就会让你再次卷入他们的低频漩涡。真正的觉醒者都是静默的，我们大隐隐于市，我们在这个看似残酷的物质世界里安安静静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天堂。当你不再把能量浪费在对抗和证明上，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你会发现你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疗愈。你不需要说话，别人靠近你就会觉得如沐春风，你不需要炫耀，丰盛自然会追着你跑。谢谢你，勇敢的灵魂，谢谢你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台湾岛上，在这个充满焦虑的网络世界里，愿意停下来听宇宙透过这支影片为你传递这份讯息。深呼吸，感受一下你现在的身体，是不是觉得肩膀变轻了？是不是觉得胸口那块压了你好几年的大石头突然消失了？是不是有一种想流泪但嘴角却忍不住上扬的冲动？把这份轻盈和感动牢牢地记在心里。从现在开始，去过你真正该过的人生吧，去吃你想吃的东西，去爱你想爱的人，去勇敢拒绝那些让你不舒服的要求。不要再害怕吃亏，不要再委屈自己，不要再向外面的世界乞讨任何的认同。你是浩瀚宇宙中最独一无二，拥有无限创造力的神圣存在。当你看完这支影片，关掉荧幕，不用按赞，不用留言，不用分享，就让这个秘密成为我们之间以及你与宇宙之间最美的默契。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都在更高的维度里相遇时，我们再相视一笑。祝福你，我们顶峰相见。